在珊瑚厅之后，何大志陆续在其他赌场开了5个贵宾厅。他与赌场的分成也提高到4-6，仍是赌场赚大头。那是澳门最繁华的时候，很多做娱乐的人都给我打过工。赌场给何大志承包的贵宾厅提供了60个大套房，指标根本用不完。那时候他的应酬极多，朋友遍地，天天花天酒地，一瓶酒几万块，一个鲍鱼8000元。当时根本没时间动脑筋，不像席米华他们那么厉害。席米华原名周超华，最初只是崩牙驹下面的小混混。崩牙驹入狱后，他接管了叠马仔业务。叠马仔是专门为赌厅拉客和洗马的人。尽管是一种非正规行业，但作为博彩中介人体系、赌厅体系的关键一环，叠马仔是当时澳门博彩业的重要组成。除了拉客和洗马，叠马仔还做放贷或协助放贷。贵宾到澳门赌博一般不带现金，贵宾输了钱，叠马仔必须负责将其资金从内地转到澳门。在内地，因赌博违法，赌债不被承认，因此叠马仔必须有非同寻常的手腕。在追债中，他们无所不用其极，往往涉及暴力犯罪。澳门首任经济财政司司长谭伯源曾说，赌权放开的2002年前后，澳门的博彩中介大概有100家，叠马仔有3000到5000人，都是澳门本地人。在博彩业大发展后，叠马仔的构成逐渐多元，有香港的，还有日本、韩国的，都在各自的地区拉客。2003年开放自由行政策后，内地人逐步取代港澳人士，成为贵宾厅叠马仔的主流。在2015年鼎盛时期，澳门活跃的叠马仔接近2万人。叠马仔也有自己的职业阶梯，能力达到一定规模就改成包赌厅。2005年，席米华创立了太阳城集团，开设了第1间太阳城贵宾厅。随着生意做大，席米华被称为小赌王，一时风光无限。席米华够胆做，走火入魔，变成了巨人。何大志自认不如席米华大胆。太阳城集团后来发展了网络赌博，资金在全世界流动，帮着把黑钱洗得干干净净。2023年1月18日，席米华一审被判18年，澳门特区政府对其控罪多达229项，包括席米华在内的7名被告还需赔偿澳门特区政府和5间博企超过86亿元。何大志转发了这则新闻给我，在他眼里，席米华是垃圾，培养他的保护伞，害了澳门。席米华致富的一大手段是赌台底。提起那些疯狂的玩法，何大志有些气愤。一般开赌厅要交重税，由赌厅与赌场按一定比例分担。不法之徒进来后，台面上赌1000块，台下翻10倍，这样骗了政府，骗赌场。这种人真该死。何大志说，最疯狂的时候，因为省下很多税，赌场也不管，相当于默认了。这个把戏满足了豪赌客的野心，却瞒过了政府，迟早会经历扫黑风暴。何大志手下也有过赌台底的疯狂人物，名叫黄山。此人来自大陆，长得尖嘴猴腮。起先黄山是贵宾厅的客人，他也有点叠马仔的角色，从内地带来了大批豪客。见其认识各路高质量贵客，只求问世的何大志给他在贵宾厅开了 VIP 账户。黄山不负厅主期望，往账户里存入1亿元，替客人出筹码。眼见赌台底可赚数十倍钱财，不甘心只提佣金的黄山也加入了这个游戏。何大志说，我吩咐手下不做台底交易。他很鬼，比席米华还厉害，夸大自己的身份，谎报是贵宾厅老板，从银行贷款再拿来赌底面。这完全不是正常的澳门赌法。黄山不断向赌客集资，并以2.5厘月息作为回报，吸引不少内地客户上当。党的18大掀起了反腐风暴，澳门特区政府也开始整顿贵宾厅，打击跨境非法资金流动，内地豪客日渐稀少。
黄山见大势已去，扔下一摊子烂账，逃到了境外。2014年，当警察找上门，何大志才知道黄山早已翻案。黄山一事惹得何大志麻烦不断。我的赌厅位置好，有10几张台，每个月20-30亿洗马，盈利不错。黄山逃走后，债主纷纷找上门，前来挤兑存款的赌客，短短数日便提走了20多亿元。那一日，何大志正在珠海陪太太看电影，接到赌厅打来的电话，一位女客户大吵大闹，声称不见他不走。第二天，何大志赶回赌厅，从地下停车场到大厅，他一路上都被打手围困，没有100个也有50人。回归后没见过那么嚣张的，一群人围着何大志，并拦住员工，不让他们报案。何大志也不是省油的灯，直骂滚，场面一度失控。这位女客户请何大志去房间内谈判，最终透露了她的真实目的，让我把赌厅给她做，这样就没事了。何大志当然不怕恐吓，转身走人。打手们既不闹事也不离开，守着贵宾厅入口，不放客人进来，搞了差不多20天，我的生意全没了。更叫何大志愤怒的是，他明明与奥博签了协议，安保问题一向由赌场负责，但这次却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，而且赌场认为声誉受损，还要我赔1000多万。何大志不服气，反告奥博，说自己损失了8个亿。官司打到中级法院，依然是输，说合同不合法。直到今天，何大志的金陵贵宾厅已经空了6年，他干不过以席米华为代表的第2代厅主，又没有其他应对方法，赌厅一间接着一间被收走。我对澳门没信心了。做赌是不好，但道义有道。现在的赌业不同于以前，需要耍手段骗政府，这样的生意没意思。何大志说，新加坡和日本开放赌业的历史不如澳门悠久，但管理规范，监管严格，所以新加坡在2021年超过澳门，成为世界第1赌城。学学人家吧，何大志恨铁不成钢。澳门的博彩政策经历过几次变迁。澳门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盛立向我们介绍，回归之后，为打破垄断，特区政府曾引入竞争机制。2001年，第一部真正意义的博彩法——娱乐场幸运博彩经营法律制度实施，赌牌、博彩经营权牌照由1张改为3张，外加3张副牌，公开拍卖。20年过去，旧的博彩法存在严重滞后。盛立认为，不论是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，还是配合国家的内外政策，澳门的博彩政策明显是力不从心的。更大问题在于，澳门经济结构单一，严重依靠博彩收入。盛立说，澳门是一个捞偏门的城市，博彩业自然与黄赌毒在一起，博彩产业太强大，淹没了其他行业，最高峰时占到财政收入80%以上。而且博彩业的兴衰也跟澳门与内地、与周边地区和国家的资金流动关系密切。比如外资博彩就占澳门赌博收入的1半以上。盛立的解读是，他们的确对澳门经济做出了贡献，但也与境外不友好势力关系复杂。而中国资本不正常的向外流动，又引起国家担心甚至误会。遇到新冠疫情的打击，澳门好像做了一场梦，被打回原形。何大志说，澳门经济好坏直接关系到当地百姓的生活。10几年前，在澳门做服务员1个月赚5000块，派牌的有2万。现在生意不好做了，物价炒得那么高，人们供楼供车，还要养小孩，花掉一大半收入。他希望2023年新的博彩牌照发出来后，大家都规矩一点，不要做害人的事，不要帮达官贵人洗钱了。2023年第1天，新博彩法实施，澳门进入转型期。时隔20年，政府与6大博彩企业重新签订合同。新法规定，6家投得赌牌的博彩企业必须带头做一些有利于产业多元化的事。
博企承诺将90%投资额，共计1087亿澳门元，投资于非博彩项目和开拓开外客源市场。更关键的变化是，新博彩法实施后，中介人只允许拉客，提供基本服务，赚取设有上限的佣金。胜利教授分析说，以后中介人招揽内地客人是入性的，所以客源只能来自国际市场。过去大部分叠马仔是澳门人或内地人，新政对这一群人影响巨大，他们很难再有作为。特区政府的措辞是，澳门要向综合旅游休闲中心转型。何大志做了20多年娱乐博彩业，自认其经营理念与特区政府倡导的模式一样，发展非博彩项目、旅游业、娱乐业、会展产业等，和开拓外国客源市场。自2016年失去最后一个贵宾厅后，他相当于被逐出澳门赌业。近些年，他在内地投资了文化、科技、食品等产业，也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机会重返澳门赌业。只是，澳门还有它的位置吗？好了，本期的故事就讲到这里。对这个话题有兴趣的朋友，可以在下面留言聊聊你的想法。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订阅、点赞和分享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